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雅，一个爱翻唱的美妆体验官。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花知晓新发售的马戏团系列。我会把我买的东西全部都打在这里，包括今天也会有马戏团唇釉和小天使唇釉的对比，也会有马戏团哑光口红和花神系列哑光口红的对比。那我会把时间轴打在上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跳过去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赠品啊，这次的赠品我觉得也非常值得一看。首先是这两款手持镜，那么这块镜子就是长这样的，天哪！下面是蓝色烫金的，然后上面是用这种可能是滴胶还是什么不知道塑封起来，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点凹凸感的。然后你看这个把手这边有一点金属感的，上面这个小爱心的设计哦，它也是烫金的，巨好看。但是因为我不 all in 的话，就不一定它送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它还有可能是这个颜色的。哎，这个也是很好看的呀。它来的时候是会有这样一个保护膜的。但是在这里啊，我是有一点点想给花知晓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提高一下打印机的精度呀？咱就是说这个镜子真的巨貌美无比，可是呢，就是凑得很近的看的话呢，感觉就是还可以打印的再精致一些。当然了，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可以挑剔的地方。我对他们家要求就是特别的高，所以每一次测评他们家的东西呢，都会吹毛求疵一下。看好你哦，花知晓。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小本本啊，那我呢是一共拿到了2个本，但2个本都是这个颜色的。它是这样一个磁吸本啊，磁吸的手账本，正面是这样，然后侧面是这样，然后背面是这样。它这上面还有一些烫金的设计哦，真的是细节控啊，这家细节控。你看这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一讲的，就是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细节的烫金啊，然后里面每一张也都是不太一样的。来看，会有这种日历哦，里面的这种。内页虽然没有烫金，但是也非常好看，就都不一样的。看，它应该是一茬一茬的循环哦，都看一下，都看一下。然后最后的话是这样子的，你看会有一些烫金的。这次我分单买呢，也是收到了不同 size 的礼盒，这个是小礼盒，你看都有烫金的这种处理哦，这个礼盒哦好看。然后这个就是中礼盒的样子啦。看完赠品，就让我们跟随进度条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测评吧。让我们回到最初始的上妆状态，先来上个底妆，再拿出它的1号色散粉。这个是它自带的这个粉扑，但是因为今天搬东西搬过来的时候都不小心掉在地上了，所以我等一会儿会用我的海绵蛋来上。这个盖子里是不带镜子的，所以你要补妆的话，我觉得可以自己搞一个分装盒，有小镜子的带出去。刚打开的时候，里面会有一张挡的这个棉啊，给它拿掉就可以了。它的网是这种网面的，也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但是这个粉真的是会往上飘的那种。我上的量也是挺足的，所以一下子它就全部哑光掉了，但是也不会觉得妆面有变厚啊，这还挺好看。闻不出来什么香味，没有颜色的程度让我想起了 Make Up Forever 的粉啊，也是这种没有颜色的，光泽几乎会被带走啊，这还是油皮比较喜欢的那种超级哑光的，但看起来还是蛮清透的。看这边还没上。画个眉毛，唇釉我一共是买了1、4、6、8这4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它的包装，每一个色号都是不一样的。拆出来呢就是这样，哇，它质感真的是巨好啊！其实这次选择唇釉色号我挺纠结的，因为我并不想买那么多啊。如果说是口红和唇釉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更倾向于口红，因为它的保存期间会比较长一些。再加上如果是亮面和雾面之间，我又会更优先倾向于亮面的唇部产品。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家的小天使唇釉，我买了很多啊。所以说就是唇釉的话，色号有一点难挑，因为我真的就是想要克制一点。挑了这4支呢，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包装，哇，这太好看了！天呐，这个包装既兼顾了美貌，又兼顾了安全、实用和方便携带。之前测他们家樱桃派对唇釉的时候，上面那个小爱心啪断掉那一瞬间，我就整个人惊呆了。所以这一次包装设计，我真的是可以给100分，不怕他们骄傲啊。如果说这个包装上还有什么能够减个1、2分的，可能就是属于这里的
打印啊，可以再提高一下精度啊，但这已经是属于吹毛求疵中的吹毛求疵，我觉得不改也无所谓。就是如果你非要说的话，那还是我这个人还是可以说出点什么来的。总之，咱们先来看一下这4支的颜色吧。我的嘴巴今天是没有涂润唇膏的，所以说还是挺考验它的。1号色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颜色，但确实也是更适合冷白皮一些。它是一个偏冷色的珊瑚粉，不荧光，但是还蛮显色的。我觉得这个颜色不是特别适合素颜涂哦，因为它需要你的面部看起来稍微干净一些。如果你的面部瑕疵比较多的话，可以打一个底；如果你的眉毛比较淡的话，也可以画一下眉毛。但是也不是说非得配一个大浓妆才行啊，这个颜色偏可爱系的，淡淡的妆或者打个底就可以了，就比较适合淡颜女孩，或者你走甜妹风的就非常合适啊。看一下直接擦，我跟你们说啊，它真的是一丝儿都不留啊！这就是餐巾纸，也不是什么湿巾纸啊、卸妆湿巾，这就直接擦，就擦掉了。咱们严谨一点，不能说它100%都不留，但是如果说它残留什么的话，大概也就是2、3%左右，真的基本没留什么东西。所以如果像我这样唇色本身超淡的姐妹啊，如果你想要涂这个出去吃饭的话，最好带去补妆，吃完的时候赶紧补一补。染唇的和不染唇的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啊，大家就自己做取舍就好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求。接下来是4号色。毕竟是一个柔雾面的这个唇部产品，不能说它完全是很滋润啊什么的，这样有点太扯了。所以呢，咱就是说它是很丝滑的，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做好每日的唇部护理啊。4号色，我看它官方一直说这是一个不挑皮不挑人，非常百搭，任何妆容都可以画的一个颜色。再加上它柔雾的质地，秋冬涂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这种就像前几年特别火的百搭的豆沙枣泥色，我觉得就是这个颜色了。6号色这支颜色，它官方描述是一个南瓜色，我觉得这次描述的也挺准确的，它就是一个很橘的南瓜色，我觉得涂起来挺好看的，挺可爱的，秋冬感也是非常充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会需要搭配一些暖调的妆容会更好看一些。8号色这个颜色真的巨美，巨有气场，它非常适合涂咬唇，因为它的颜色有一定的深度，可以叠加到一个比较暗的境界，然后你再把边上一晕，哇，真的是气场全开，但是又不会过于犀利。它这个红色，你要说它偏冷还是偏暖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大红啊，但是会有一丝的偏冷，但是它不是蓝色的那种冷啊，就是那种暗一点点的冷。马戏团系列的唇釉香型是巧克力味的，淡淡的巧克力味，但是非常的好闻哦，闻了就很有食欲。这个唇釉我之前在尝试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它一开始上去的时候是会做到一个很丝滑绵密的磨皮效果的，但是它会在长久带妆之后呢，开始有一点干，当然也不是说你感觉很干，只是说看上去会有点干。唇纹也会在看上去有一点干的时候开始显露，但是问题不大，因为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我对哑光唇釉最大的追求呢，一个就是它质地舒服，二个就是它颜色好看。我觉得要求太多好像也是不太现实的，要么你就是价格很贵的那种。接下来就来稍微对比一下我手上所有的小天使唇釉和这次有什么区别啊？当然了，咱们也不是说全上嘴去对比，就是手上对比一下。先是我手上的3支黑天使啊，咱就说这个包装啊，小天使的包装是真的巨好看，但真的也是巨难带出去啊，这扎手。我手上的色号是 B01、B02和 B03。先来看一下 B01，就画在这里吧，画小一点哦，有点多，不知道画不画得下。然后是 B02，再来看 B03。然后我发觉就这个管身啊抽拉的这个时候，小天使会更松一点点。新的马戏团系列的话，这个叫阻尼吗？反正就是阻力会更大一点点的感觉。我手上白天使的色号是 W01、W04和 W05。先来看一下 W01，再看 W04，再是 W05。再是我手上的4支粉天使，这个之前是情人节的限定来着，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啊？反正就咱手上有的都试一下。L01、L02、L03、L04，大家觉得这些试色有很像吗？我觉得中间的话就还好，粉天使可能会有比较饱和度低的多一些啊。再从这里面把相似的再挑出来捋一遍。先是 W01和马戏团的4和6。在这儿对比一下，
这个是 W01，马戏团04，这个是马戏团06，还有一个也是这种豆沙系的 L01啊，画这儿吧，好吧。特地加深了很多遍，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个颜色。如果说像的话，是马戏团的04和粉天使 L01，真的是很像啊。但是马戏团这个04，它会稍微偏暖色一丢丢，这个会稍微偏冷色一丢丢，但是确实是没有差距那么大。如果说颜值的话，我觉得它们不相上下，但是考虑到方便携带和补妆的话，还是考虑马戏团好了。小天使这个真的是，然后几个偏棕色一点的也拉出来试一下。然后是小天使的 W05，这是粉天使的3。然后是粉天使的4，这两个涂浓了呢，确实就不太像上面的，就不是一个很温柔低调的豆沙色，还挺浓郁的。然后我看到这个颜色也是一个挺强的红色，那我们就和这个颜色对比一下。这样对比就能看出小天使 L03会比马戏团08要更加的偏暖一些，这个就对比之下稍微一点点冷。还有2个相近色，一个是马戏团的1号色，还有小天使的 L02，这个是马戏团的1号色，这个是 L02。马戏团的01会比小天使的稍微那么一丢丢暖色，真的还挺相似的呢。剪辑的时候才发现这2只好像也有点相似，那就是看一下，左边这个是马戏团的06，右边这个是黑天使的 B01。我非常用心的在帮大家对比一下了哦，记得啊，给我点个赞啊！咱们来看一下擦掉的样子，先按一按。然后这边的话再稍微的看看哦，还是会有一点点残留啊，但是几乎很淡了，看很淡了。马戏团扒在嘴巴上的感觉会比小天使要强烈一些，就是位移啊什么的，但是小天使那种丝滑的感觉好像比马戏团要强烈那么一点点，也不是很多，就一点点，差不多就这样，这样，这次马戏团口红呢，我是买了7支这么多，里面拿出来呢就是这样，真的是每一支都不一样。之前的话呢，他们家我印象出的镜面的都是一些唇釉啊，那唇釉跟口红涂出来的质地，我自己私下里试过了，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觉得镜面口红就没啥有可比性的东西了，就他们家自己的东西里面。这2支雾面口红呢，等一下会和之前出的花神系列这样子来做一下对比，看有什么相似色没有。我们先从镜面的开始吧，先是 C01，你们看我稍微用力一点涂，它的这个口红啊，就会跟这个口红壁贴到一起去，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转出来太多，涂多少转多少。它的质地是那种非常丝滑的质地啊，然后也涂得很顺，但显色度很高啊，它不是那种很清透的颜色，它的覆盖力很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唇色本身很深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的香型是我第一次闻到花之小做这种香型的东西啊，就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第一次闻到这个香味。我个人觉得虽然不是很浓，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种怎么形容呢？化妆品的味道。我还是希望他们做巧克力啊，什么布丁啊，哪怕做那种唇釉的葡萄樱糖口味，我都会很喜欢。C01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比较鲜亮的颜色，有一丝丝发荧光，但也不会特别的没法用啊。当然了，所有的口红颜色，我认为都是有人适合的，只是说适合更大众的肤色，还是更小众的肤色，或者说五官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我觉得白皮涂还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太清淡的妆来涂啊，需要搭配一些色彩强烈的妆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它本身的颜色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是一个珊瑚红色，挺亮的。看一下，直接擦，也没有怎么染唇啊。再是 C02 这个颜色，我从镜子里面看是一个比较偏棕一点点的深红色，主要是它颜色覆盖力度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深唇的人应该会蛮满意这种改变唇色的效果。它的亮面效果还是属于口红里面算是不错的了。你要说它是镜面吧，也算，但是还是和唇釉会有一定的区别。直接擦。你看我的唇色真的很淡，我会希望吃完饭还是有一点唇色的。
C03这个颜色和它自己的取名和官方描述还是比较像的，它是一个偏冷色的一个眉粉色，确实是有一些葡萄感在里面的。C05这个颜色会比刚才 C02更偏深一些，更红一些，也更冷一些，所以我觉得气场上面会更强一些。C06是这次马戏团亮面口红里面我买到最低调日常的一支颜色，整体就是一个冷豆沙色，还是比较偏日常挂的。你画一个冷色的或者比较清淡的妆容的话，就搭它就很合适。如果你本身皮肤像我一样比较偏冷的话，我觉得素颜或者你只打一个底画这个也是可以的。M 系列的膏体相对而言要比 C 系列的稍微硬一点点，所以就更牢固一点点。M01这个颜色是略微带有一些珊瑚红在里面的一个珊瑚豆沙色，我觉得花知晓出这种豆沙系的颜色，它是蛮厉害的，出了很多都很低调日常的颜色了。这个香型就没有同系列 C 的口红这么香啊，它没有什么香味，涂起来也没有什么香味，真的闻不到什么香味耶。M 系列呢，对香味敏感的小伙伴，我觉得就放心购买，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它的质地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纯泥，但是我觉得还是纯釉版的纯泥会更加的丝滑糯软。当然这个也是丝滑糯软的，但是呢，好像没有纯泥那么哑光耶。如果涂厚一点的话，会有那种断光，一点点光泽。M 系列的擦掉看看。马戏团系列就是在嘴巴上不太染唇，不过手上估计停留时间比较久一点的话，等一下擦应该还会有一点残留吧。但是上嘴的话，真的没有什么残留耶。你看，M05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厚涂，特别是涂全唇，真的好美啊！这个颜色真的偏一点点红茶的感觉在里面，但是它也不会说是那种非常浓郁的红茶，它是属于比较可爱的红茶色，还蛮鲜艳明媚的。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这就是我买的马戏团口红的全部试色喽，在这儿来擦掉看一下。果然在手上还是会有一点点残留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吧。然后再是这两支雾面口红和它之前的花神雾面口红系列相对比，先把这两支涂上，这是 M01，这是 M05。花神系列的反正要全涂的话，我就随机抽了，感觉有点和这个像，涂在这儿。花神系列的看起来要稍微更雾面那么一丢丢啊，也不是说差距那么大哦。可以看一下这个反光。这是晚山茶，杏子茶更暖一点，就涂这儿吧。你看花神系列的真的不会因为用大镜，然后它就硌在这个壁上。山之子也是偏暖色的，涂在这儿。然后桃之夭、红石榴、梨花木、秋海棠、木芍药。花神的8个颜色和我手上有的这2个马戏团对比呢，可能就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还有这个颜色会稍微相近那么一丝丝啊，但还是比较不太一样的。马戏团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是这3个里面最偏中性一点的颜色了，这个偏暖一点，这个偏冷一点啊。接下来终于要进入腮红环节，我买了5块。再看这个里面的包装，我的天呐，我真的是当时它这个腮红的涂透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冲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壳了。我跟你们说，就是这种美少女兮兮的东西，哎呀，太戳我了！变身好吗？马上原地立马变身了。先是1号腮红，它是可以打开到这么大的，上面有个镜子，薄膜我没有撕掉。因为渐变腮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根据你不同的混色比例是可以涂出很多不同的颜色的。那么我这边呢，主要就是给大家涂一个大概的混色。你看它还是不太容易蹭掉这个花纹的，我已经蹭得很用力了。1号色是在这里，很淡很淡啊，但是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你用手来试这个颜色，还不如用刷子戳出来的鲜艳一些。当然也是淡淡的，真的就手指有点难取色，确实是真的看不太出来啊。我只能肉眼看出来，这里稍微有一点点啊，变得稍微一丢丢的啊，有点红嫩红嫩的。然后是02号色，02号色长这样。
这个的话会比1号色要好取色一些，而且画出来是一个比较哑光的。1号色涂的话，手上其实还是有一点反光，2号色涂出来就，拍得出来吗？这个，我这个也是很淡很淡啊，用手上的话，就，但是它是一个哑光的感觉了，就和1号色不太一样哦。涂在了这里，等下上脸看就区别比较大，我自己试下来是这个感觉啊。然后是3号色。然后是4号色，然后是5号色，好像能拍出来哦。这个是一个等一会儿上脸才知道的颜色。第2个色呢是一个冷粉色，我觉得这个颜色超好看。第3个颜色呢是有一点桃粉色在里面。第4个颜色我觉得是一个有一点点白桃色啊，三文鱼的这种颜色。第5个色呢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橘色在里面的颜色呀，就都很淡就对了。1号色我就上在这一边吧，就混刷。我觉得就这个还是会有一些飞的，可以看到我之前试色就是这个用久了边上还是会有一些飞出来，但我觉得不太介意，只要上脸不乱来就行了。然后呢这里，我肉眼能看出来有一点点变粉了，是一点点偏嫩橘色的粉，但是呢还是看起来像个粉色。我又把这边的打灯关掉了，看一下能看出来了不？好像能拍出来一点点。它这个1号色真的很淡很淡，基本上就是起到一点点气色，然后一点点提亮的效果。但我肉眼看还挺明显的，就这边这一块就嫩起来了，就红红的、粉粉嫩嫩的。然后这边画2号色，2号色我超期待的，我感觉这个颜色，这是一把新的刷子哦，换了一把哦，虽然长得一样，我只有2把一样的刷子，别的都是不一样的了。这个颜色我觉得肯定会特别的好看，因为它是一个冷粉色，真的粉很细，但是有点飞，但是不要紧，只要在脸上不乱来啊，都是好样的。哇，这个好明显，这个很有效果耶，是我喜欢的冷粉色耶。I like it。我觉得这种冷粉色提亮的效果是最好的了。好，这边的灯关掉了，看一下这个粉色，好像拍出来了，应该拍出来了哦。你看，就是画很多很多很多上去，也不会觉得浓。这边也是的，也不会觉得浓。2号哦，我喜欢2号耶。然后是3号，这边。这个还蛮有颜色的，哇，涂的很浓很浓了，看得见不？这边关一下，这么一大块哦，涂的很浓了，日系可爱风的那种感觉。然后是4号色，画在这边。我感觉这2个颜色就无非是这个偏粉一丢丢，这个偏橘一丢丢，但是它们都是比较嫩的那种，都算三文鱼色吧。然后是5号色。5号色就是一个偏橘的一个淡淡的橘色，还蛮可爱的。咱就最后一个颜色就把它都画了吧。我觉得后面几个颜色显色度还挺好的，可能就是前面2个颜色淡淡的，但是我最喜欢2号色，真的是又嫩，然后又若隐若现，然后又是冷粉色，就是我的 style 啊。这个就很元气哦，好像红扑扑的橘橘的，然后就整个人就一下变成了 Genki 少女。我觉得这个不关灯已经挺明显的了，再关灯看一下，我把这个方向的灯关了，看一下，还不错嘛。这个腮红是有香味的，但是很好闻啊，是那种小清新花香。那要凑这么近才能闻到，
这里就闻不到了，上脸也闻不到了。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品类眼影，但是呢，这一次我只买了这一盘，是因为花枝小家真的是太走安全牌了。据我买过的他们家东西里面，可能最大胆的一次就是他们独角兽那个时候出了一盘5色还是6色的，应该是5色吧。马卡龙色的，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商家肯定是希望做一些好卖的颜色嘛，大地色谁都需要的哦。然后我买的这个2号盘啊，包装啊好看，然后你们看这个里面，哦天哪，美的我窒息！我关一个灯给你们欣赏一下，就是它这个边啊，它不是只有金边，它是金边和镭射边相呼应的，而且2号色的这个配色也是粉蓝搭配，当然它这个不算蓝啊，粉灰蓝。偏紫搭配，但也是就这种好看，我喜欢这种的。你看它这个侧面，再看背面，我的妈呀，这个太好看了，太好看了。里面哎，看到我的相机了，里面它是这样子的，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小的装饰，这也是有立体感的，特别漂亮。其实如果只看里面的配色啊，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劝退我自个儿，就说好清淡，好日常。棕棕粉粉的，有点为难我。困まりました哟，就是属于这个包装，你看这么好看，然后里面，然后来试个色。这个红色的话，它让我想起了这一盘，我特地拿出来了，就是这个方大馒头的盘子里面也有一个丝绒红啊，就忍不住这种特别好看的颜色就想拿来对比对比啊。这个颜色更沉调一点点啊，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纯丝绒红，就有点红毯那个感觉，它是一个金属的颜色，这个还是带闪的，可爱是这个可爱，沉稳是这个沉稳一点。可能也有人跟我一样好奇，就是可能有一盘没有，他就好奇，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颜色啊？告诉你不一样啊，就是这样。用卸妆湿巾擦的话也没有什么残留，很轻易的就全擦掉了。接下来上脸试试，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它是一个肉白色，比我的肤色还要白，所以做一个打底还是比较明亮的。这一盘留给我的选择不多了，咱就来个这个吧。很好上色，很好晕染啊。再用这个颜色。就如果你想要这种强显色度的话，就不要抖刷子了。如果你想淡淡的一层一层上的话，还是可以抖粉的。再用一下这个颜色。哇，意料之外的上色，哎呀，感觉又翻车了。好吧，还是比较好晕染的，总算是不算翻车了，这就差点就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了呢。拿出我新买的硅胶刷，哇哦！让我去加上眼线睫毛，今天又是还未驯服的睫毛紫和眼线紫哦，都是新买的。那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使用感受。首先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颗2号色的腮红，是我最喜欢的冷粉色。虽然盘子里看着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自己涂出来确实是一个冷粉色。我追求的那种若有似无，但是又有提亮又有一点红润效果的那种粉。
就是它了。其次就是马戏团的唇釉，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唇釉真的非常的好啊，就包括它的外观以及它的实用性，还有它的里面的内容的优秀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满意了。可以说，如果以后碰上大促，它上了谁的直播间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all in， 就是这么喜欢，真的很不错耶。我觉得这次我买的4个色号里面，1号色和4号色，就是这个壳子一看就比较清淡的颜色，就是我的挂了。那这2个一看壳子就是比较浓重的颜色了，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种清淡的颜色，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这2支。这次马戏团的口红呢，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啊，我实话实说，真的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因为我对它的期待特别高，特别是在看到这种包装，还有就是那些试色什么的，我的期待值真的是爆炸。但是呢，它的亮面口红我觉得并不是我买到过所有亮面口红里面最好的那一种。当然了，我对花知晓的期待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可能有点太严格了。它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最好是再改改香味吧。我觉得这香味真的不如做成什么葡萄硬糖啊、什么巧克力啊、焦糖布丁这种味道，真的味道可以改一改。亮面效果其实还可以的，但是呢就太软了，膏体涂起来会有一些需要控制力道，些许有一些不方便吧，但是问题倒也不是那么的大。关键我个人最在意的还是味道这一项，所以说这次口红我反而最满意的是 M 系列的，它整体的硬度也会比亮光口红 C 系列要硬一些，而且这个哑光的系列嘛，我觉得它涂出来其实是丝绒光的，就是没那么亮，但是又没那么哑光，所以呢，我就觉得它的这个质地啊蛮高级的。然后调色呢，我觉得这支伯爵茶也是非常可爱的那种，但又不会过于跳脱，所以就调色也蛮厉害的。关键是我觉得这口红蛮可惜的，它这个壳子真的是我目前心目当中可以说是所有口红里面我最喜欢的，不仅限于花知晓这个牌子啊，就我买过的所有口红里面最喜欢的之一，或者说是之最吧。整个壳子是金属的吧？哦，不是哦，这个是塑料的，但是看着就很金属啊。真的是做的很不错的。这个眼影盘和散粉呢，我觉得都是内容物表现中规中矩。当然，这个散粉目前算是属于他们家表现力比较好的那种定妆效果了。这个眼影盘的外壳100分的外壳，里面配色呢，对于我而言啊，这盘还是清淡了，虽然我觉得今天这个眼妆还算是蛮活跃的，挺有我心中这一盘马戏团这种粉紫调的这种vibe 啊，但是啊，就它这整个一盘呀，还是没有跳脱出那种红红棕棕、粉粉橘橘的那个框架子，它的美貌还是非常值得的。它这个外壳是纸的，但是也是非常摸上去很舒服的那种纸，然后里面这个框是塑料的，看起来就是质感很不错。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千万要记得给我点个赞哟，还有记得订阅关注不走丢。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